呃，最近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出来之后，股票就巨大的动荡，所以很多人就说，哦，可能是因为关税扰乱了市场，实际上根本不是，市场大跌是因为 AI 泡沫的戳破。DeepSeek 呢，等于说它是一个震撼，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同时它在训练上真的是不贵，实际上就把过去18个月以来的由7巨头给带领神话给打破。您觉得还会跌多久？它可能跌到8月到9月，为什么呢？有个叫 Party Market，就是当时预测了川普当总统的预测平台，非常准。第二个时间点，每年中期选举年底10月份。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美金视角，我是坐标 Boston 的 Elaine。最近各位股民最关心的话题一定就是最近的美股了啊！不管你买的是一些标普500、QQQ 这些 index，还是你买的是个股，都是基本上都是无一幸免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标普500的指数从原来5600的这个高点直接在前段时间降到了4900然后大家也表示特别多的这个啊。这个顾虑嘛，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有幸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侯女士她呢也是这个天浩资本的这个 founder 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我们聊一聊她对于现在美股的观察。Hello，侯女士，能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哎，李丽你好啊，那个听众他们那个朋友们好，我叫侯小天，是这个 Teach Capital 或者天浩资本的 founder，我在华尔街已经有24年了，这个做美国股票很久了，大家也称我为中概女王啊什么的。那今天呢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么我们说呢。最近因为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出来之后，股票就巨大的动荡，所以很多人就说，哦，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税扰乱了市场，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市场大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AI 泡沫的戳破。OK，那 AI 泡沫怎么戳破呢？在博鳌会议上，我们的副总理丁薛祥呢，他有一个讲话。他说我们在 AI 上，中国在 AI 上不会跟就我们不会给你一起烧钱，对吧？那2天之后呢，就出来了 DeepSeek。那在 DeepSeek 出来之前呢，有一种神话，就是说这个 AI 一定要烧很多钱才能烧出来，那么是非常费钱的一件事情，而且美国远远超了我们，超了中国。实际上这样呢，大家对于这个芯片的追逐就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积极。就如果没有了芯片呢，如果没有英伟达，好像这事都干不出来似的。但是没想到呢，DeepSeek 呢这个出来之后呢，等于说它是一个震撼。我们不能说它是最好的，但是它是在这个性价比上来讲是最好的。它的确呢，就是说满足了很多人的需求，同时它真的是在训练上真的是不贵。这个实际上就把过去应该说这个18个月以来的一个股票的飞涨，就是由7巨头给带领巨头这个神话给打破了。那么这个神话打破之后呢，它还会持续很久。为什么我说它会持续很久？那美国的财长呢，这个贝森特呢，就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我们这个如果2006年，如果2007年，美国能够及时的刹车，那就不会有2008年的次贷危机。那实际上呢，华尔街呢，它会通过制造这个危机，因为它就是怎么说呢，华尔街是个 dollar 主导，挣钱就行，它是一个贪婪，是它的一个属性。我们说的不是坏，也不是好，就是它的一个性质。所以他会这个不顾后果的去追逐，对吧？利益、利润，当他追逐的时候，可能带来的下一个后果就是金融危机。所以呢，贝森特说，如果当年能够及时制止，所以我们就不会有08年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呢，股票市场一直这样是不正确的。那所以关税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就加高了这个市场的波动性。那么美国现在在做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它在做一个市场的一个休克疗法。那我们说休克疗法，那既然它要跌，它就应该有一个跌到什么位置？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均值回归。那么均值回归到哪里呢？这个市场有一个通用指标，就叫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指标呢，就是美股的总市值除以呢 GDP。这样你除一下，对吧？你基本上就知道它的那个比例是多少。
那么现在呢，到4月4号的时候，美股的总市值是 GDP 的1.81倍，一点八一倍。那均值是多少呢？是1.28倍。如果按照1.81.5到1227.7，这个是刚才我说的两个数哈，那它还有20%的空间。记着，一定是从4月4号那个点哈，还有20%的，还有30%的空间，30%啊，不是20。那么具体说，到了跌幅到了30%，会是多少呢？我们说应该是3557。那现在是5300、5400这个位置，所以它还会有一定的时间的一个跌幅，对吧？那实际上呢，有些人说这个我要跌，对吧？就是这个跌肯定是要跌的了，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大幅震荡呢？未来应该不会了。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有一个交易指数，就是标普的叫这个波动指数叫 VIX，它已经从4月初的这个50几，现在降到了30几，已经低了很多，对吧？那我们讲了，第一原因呢，不是这个关税，是这个股市本身的一个正常回调。正常回调呢，我们就不指望它很快实现。比如说3月份它跌了8.5%，那我们在交易上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也就是说，如果它跌没有急跌，没有超过十几，像当年这个疫情的时候，COVID 的时候那样一步跌到位了，对吧？那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一个长空，就是慢空长空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3月份跌完了之后，4月份还继续，对吧？但是呢，它跌跌回回，回回调调，它也没有跌出过10%，所以它会慢慢往下跌。红女，其实你刚刚提到了2点，我觉得很有趣，也想跟您探讨一下。第一点是你说最近的这个4月份3月底4月份的这一波下跌呢，主要是因为 AI 泡沫这个 DeepSeek 的原因。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 DeepSeek 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在1月底的时候，的确美股出现了一个暴跌，但那个时候的股价应该主要反映的是这个 AI 芯片泡沫被戳破的时候。您的意思是3月底4月初这个暴跌也是 AI 芯片的这个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为什么出现在了4月份，而并没有出现在比如说 DeepSeek 刚发生之后的1周到2周呢？它是这样。第一呢，DeepSeek 出来之后，大家要研究一下，对吧？大家要研究一嗯。下，对，这是第一，就是它要看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的接受程度啊。因为当你免费给大家使的是叫开源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测了，尤其是技术人员，他就发现哦，这个太好用了，对吧？所以它的接受程度迅速的打开，对吗？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开始出现个新东西，大家还是沿着旧的路走，那对新的东西只是有一些这个好奇，但没有确定。但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哦，这个事儿是确定的，所以呢，嗯。用一个低成本来做 AI 这个事情就已经得到确定了。那为什么3月份、4月份持续跌呢？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信息出来了，比如说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说 Google 也好，微软也好，亚马逊也好，苹果也好，他们都在做季报的时候说一件事情，比如说 Google，他说我的投资的预期高了，对吧？还有微软，但是呢没有关系，我其他地方也可以用，这是他刚刚开始说。如果我们看3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3月份的时候高盛，对吗？然后Credit Suisse，对吗？都在一个的这个算，这个到底我们需要的这个芯片是多少？我们需要多少片，对吧？我们到底对它有多少需求？一点点算。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大摩就警告75%的算力将转向推理领域。那巴特来说呢，现有的 AI 算力已经足够满足需求。对吗？那微软呢，也减少它的这个投资。那如果而且呢，就是阿里巴巴、蔡崇信呢，他在季报之后，那是3月份之后了嘛，去香港做一些路演的时候，他也说，AI 建设
早已经超过了需求。所以呢，终于大家把这些实话都说出来了，对吗？那华尔街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说呢？对吧？所以这个我就不管华尔街的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今天才说呢？它总是有道理嘛。那然后有个公司是英伟达投资的，叫 Core Wave，Core Wave一次、两次、三次下修它的发行价，那么所以这些呢，它也是做芯片的嘛，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告诉你。以前这个我们在说芯片的时候来说，对 AI 在它这个高度需求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真的有很多泡沫的成分。那上个月这个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在这个叫什么拉斯维加斯在演示他的这些算力的时候，他说算力要增加100倍呀、要爆发900倍呀、等等这些东西呢，他一边说这个七姐妹就一边往下跌，因为目前。就真的大家已经认识到了，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那真正的 AI 的估值，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 AI 估值，对吧？那 AI 估值，因为你是要从数据里的挖金子，所以必须有数据，必须有活的数据，对吧？那个才是金山，算力可以用钱买。对吧？那算法呢，可以雇人，对吧？但是唯一的你真的是稀缺的就是数据，对吧？比如说 OpenAI，它道理腾讯学就没有数据了，对吧？那谁嗯。可以有实时更新的非常非常新鲜的数据呢？比如说 Tesla，对吧？它天天开车，开车有新数据，这个 Twitter 天天有新的数据，对吧？这些都是真正的怎么说呢？应该获得高估值，但是并没有。而其他的那些呢，实际上它的那些估值都过高，对吧？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 Google，对吧？Google 现在大家都用 AI 了，你告诉我谁还用搜索呢？太少了，对吧？有问题就找这个 AI，不管你找的是什么，你找的可能是 GPT，或者是 Grok，或者是 DeepSeek，总之你第一个想的一定不是 Google，对吧？那 Google 假设它有很多 AI 的产品也都出来了。那这些新的产品出来所带来的增长能够抵消它传统业务的下滑吗？这个是很难做到一件事情，因为 AI 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省钱、省力、有效，对吧？所以它是一个通缩效应。那么，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市场我们说 AI 所带来的这一波这个巨大的泡沫，还离它完全回归正常还有很远。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造成的泡沫的回调，而不是关税的。那么，而不是跟关税有没有关系？关税增加了波动性，但是关税没有造成泡沫，关税也没有打破泡沫。真正打破泡沫的是 AI 自己。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啊，大跌发生在4月1号到2号嘛，而4月1号、2号呢，正好是这个关税这个信息爆出来的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导火索，可能是，华尔街这个正好挑了这个时候，去大量抛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counterparty 去抛售这个。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的本质，并不是由于关税导致的，而是说在比如说2月、3月、这段时间内，华尔街可能想那个时候还是维持一个高股价，方便变现自己的资产，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个。但是正好找到了一个特朗普跟中国这样的这个关税的契机，所以说导致了4月1号和4月2号这样的一些下跌，是这样吗？它是这样，这个 IT 泡沫呢正在戳破。如果我们正在看，出货。对，当时一月份是高点嘛，一月份是股市的高点，2月份嗯。已经在降，对吧？然后又回弹又降，3月份回弹降，它是弹降弹降，但是降的比弹的要高，那就是这样。比如说英伟达到现在已经回到了它去年6月份的那个水平，去年六月份他干嘛呢？他5月份有个比较好的业绩，但是6月份他就一拆十，就是套散户嘛，让自己走人嘛。我们把那个叫做建制派的逃命波，对吧？他们就马上，因为他自己知道啊，对吧？他就逃命走了，对吧？那华尔街当年当时当然愿意配合了，谁也不愿意捅破这个窗户纸嘛，对吧？所以总之来讲呢，4月份的这个。那再说，为什么 AI 它是为什么说这个关税是加大波动率的一个因素呢？当你一个很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出来之后，对吧？这个美国的市场是这样，无头，就他不管，他不研究，他直接卖。OK，因为有大量的对冲基金和机器交易。
OK，他会嗯非常无脑的去卖，他的无脑的卖会加速这些 ETF，因为这些 ETF 都是被动投资嘛，加速他们的卖，对不对？所以就一轮加嗯一轮，一轮加一轮，对。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市场是一个非常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恐怖的东西呢？一旦往下跌是加速跌，一旦往上涨是加速涨，这就是它市场本身的结构造成的，对吧？所以嗯。那就是川普这个，它就是一个事件，对吧？就是一个事件，但它不是一个 IT 戳破的导火索，它也不是美国股市修正的一个这个我们叫 driver 或主要因素。嗯，对，这个分享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您的这个观点。然后回到您开始讲的那一段，您还讲了一个是我们其实大部分很多人听众朋友们都很关心会跌到，多少钱，您当时讲的是 GDP 现在的1.8倍，能不能把这个概念再详细的跟我们讲一下呢？就是说，为什么它会以 GDP 来，measure 它的这个跌幅，以及它可能会跌到多少钱呢？对，这个呢是巴菲特指标，我就是巴嗯，菲特呢，他在看整个市场的时候，他是这么看的。那所以我们看去年巴菲特下半年基本上一直在卖股票啊，一直在卖股票。他现在的现金是3000多亿，那么3000多亿就他一直在卖。那当然他公司很大，他也不能全卖完，但是他有很多公司他也不需要卖，但是他能卖的他基本上都卖了，对吧？那嗯，他这么长时间，我们说他就是股神，对吧？他没有败过，他就是股神。那股神用的指标呢，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价值投资价值的一个估值指标，那个就总的股票的市值啊，这是用那个叫做V share 五千只股票来做的。那你把总市值加起来除以 GDP，那截止到4月4号的时候呢，总市值呢是53.43 trillion，那除以呢这个 GDP 29.44 trillion，那你得出来的是什么？是181.5%就是1.815倍嘛，对吧？那如嗯，果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很长的历史区间，对吧？很长，我们看它的均值是多少？它的均值是多少？就它有一嗯，条均线嘛，均值嗯，是就是它的这个市值是这个 GDP 的1.277倍，是这个嗯，数。那这嗯，两个之间就记住这两个数，一个是181.5%，一个是1.277%，这两个之间的差额是30%，30%。所以呢，你要我们说你要跌吧，一般都是要跌破均值，对吧？我们现在保守一点说，就跌到均值，对吧？因为现在工具多了嘛，所以呢，你要想让它这个就是真的是跌破均值，这个局面也挺惨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保守一点说，应该在均值上下，那也就30%是这么算出来的。所以说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5200的话，还有再跌30%的空间，对吗？不是，这个算呢是用4月4号算的。四月四哦，号的算时候呢，40，标普是5074.08啊。那它要跌到什么时候呢？那如果我们按照30%，要跌到3556.93。3500多，哦，是这样对，子。对，这个是30%下跌。哦，那还嗯。要跌很多啊，那我觉百分之得很高三十，对，那百分之因为现在最三十，近又涨起来了嘛，对吧？所以呢，嗯，跌幅就会超过30%，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算嘛，对，因为你知道均值在哪里嘛，你的均值就是3556.93，对吧？那你就嗯。从现在这个位置往下跌吧，对吧？基本上到了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你的底部了。嗯，那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如果说持有一些美股的朋友一定会很焦虑了，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卖掉了呢？你会怎么想呢？就我现在应该要卖掉吗？我觉得这个呢不是投资建议哈，我觉得作啊，为散户，作为个人来讲，你真的想挣钱、赚大钱的话，一定要学会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哲学哲理，就是说时间是你的朋友，让你发财；市场是你的敌人，让你破产。那你怎么才能让时间做你的朋友呢？你要相信这个美国市场是什么，美国的股票市场是什么，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美国的国力。那如果你觉得美国的国力现在只是调整，还会再强大，那你为什么不它跌你买，它跌你买呢？
对吗？那你要嗯。天天是交易的话，你就短线，对吧？那短线呢，我们就没法儿告诉你它的走势，谁也无法决定，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投资和收益当成跟时间做朋友，我们给他5年，对吧？这是最短，我们给他10年。如果你还年轻，给自己30年的时间，对吧？那我保证你一定能发财。哦，因为如果我时间够长，可能它在某一次波动中我就已经赚很多钱了。因为您也说的波动很长，只要我不是急着用钱，啊，我们就可以只要相信美国的国力就是厚的，是这样吗？我做过一个研究，就嗯，是因为这个研究是什么呢？就是给这个一般人做的这个研究，用这个83年到23年，那么应该是这40年时间，就是看美国科技股就有一个指数叫 QQQ 嘛，对吧？嗯，你就每年投一次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投，对吧？你就这么投下来，你就是风雨无阻，每年一次，你投了40年，你投了34年啊，是34年，你等于放了34万，对不对？但是嗯，呢，因为它就有跌有涨哈，跌的时候它跌得很凶啊，比如说2008呀、2000呀、2010啊，都跌得很凶，对不对？但是它后来都涨起来，嗯，对不对？你给嗯，34年的时间，你花了3万4，但是如果你就什么都不看，你就这么持续下来，到2023年底的时候，你的资产是58万。从三哦，万那很多，四到58，所以为什么说要让时间做你的朋友呢？因为纳斯达克平均就它实际上是这个平均每年的增幅是11.4%啊。那这11.4怎么来的呢？对吧？它一个是我们说通胀本身平均下来5.2。这个6.2吧，应该是。然后呢，你还有 M2钱的 M2的增加是这个5点几，两个加起来就11.4，对吧？那整体我们说算下来之后，实际上你呢等于说这个没有被通胀啊，也没有被这个货币超发给你这个贬值，只能是这么说，对吧？那你呢，比起很多人就都你的购买力就没有下降，反而增加。对吧？那如果你看，就这个期间，如果我什么都不动，对吧？那我每年增加2块钱，我的每年通胀2块钱，通胀2%，每年假设啊，你到了50年之后，你的购买力也是零嘛，对吧？但是至少呢，你投资了美国的科技最前沿。这个纳斯达克100是最好的100个，对吗？那你等于说你压住的是美国的科技国力，对吧？所以呢，它科技国力一定是往前走、往前发展的嘛，再加上通胀，所以呢，它才让你从3万4变成了58万，是这样子的。对，所以要让所以说时间做你的朋友。其实重要的是要选对国家，选对这个国家的板块。因为您也一开始说，哦，我要相信这个国家的国力，且，你选的是 QQ，它也是科技股的这个龙头。那我其实就是您会自己比较看好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板块，有这样的分享吗？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一定很想知道。对，因为我是在美国嘛，我也嗯，不太能够去投 A 股啊什么之类的。我是在美国，对吧？所以那我对美国股市来讲呢，那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是投了很多能源呀，然后这个基础设施、基础建设啊这样的股票。我对科技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估值太高，所以我就没有动。OK，那同时呢，我买的是黄金和比特币。啊。所以那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是黄金、比特币和美债。那我们想把就是这个30%的大跌给它度过，对吗？然后等市嗯。场这个到底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再择时减仓。对，哎，其实这个地方又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您觉得还会跌多久呢？就跌多少时间？因为要到底部，我们很多人，大家肯定很多听众啊，蠢蠢欲动，想要等到一个好的时机去低价买入一些美股。您会觉得要跌到什么时候呢？那是这样，你可以低价买入，但是你要拿得住，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说要有长线思维呢？我们说任何事情、任何人没有远虑就有近忧，对不对？那你天天交易，你肯定有近忧。那么我现在可以说到什么时候跌到什么时候是底，但是底的时候，它是从低到高的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它一定
不会非常愉快，就也就是说，它一定不会非常安静，那就上上下下会给你折腾死。如果你没有一个信心的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是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信心，对吧？你要嗯知道你。就是你的投资的哲学必须先建立好，我是长线，那今天我说的话才对你有用。如果你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天天交易的，我对你的说话是没有用的，对吧？什么东西它有一个背景，我说，什么时候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建仓，那是拿到什么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大的背景，你的投资逻辑和哲学是什么？好，那所以呢，我的投资逻辑和哲学就是我们要做的是个长线。对吧？我们要找的是价值，对吧？我们要嗯把市场的这个估值打下来之后，我们再拿。我们现在说它到什么时候就结束，跌到什么时候，这个股票一直跌到什么时候呢？对吧？也一个呢，它可能跌到这个8月到9月，这是一个点。为什么呢？有个叫 Poly Market，Poly Market 就是当时预测了这个川普当总统的这个赌博预测平台非常准。当时一个法国人挣了很多钱在这上面，对吗？那他本来呢，在川普增加关税跟中国打仗之前，对吧？那就觉得这个他们的预测是什么呢？6月底的时候，6月前的时候，各地方都会有一个谈判结果，就降低嘛。因为我们说关税本身它很粗糙，粗糙的东西就不认真，就是谈判的一个策略，而不是最终的版本，对不对？那所以呢，它会往下。那往下调，大家在其他方面达成一致，对不对？那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到六月底的时候，等于说你利空出尽了嘛，所以6月底可能是你一个时间点，但是川普现在往后拖了90天，所以我们说8月、9月，对吧？那才是它的一个第一个点。第二个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每年中期选举。那么川普呢，就没有任何一个选举，中期也好，非中期也好，这个被选的人就这个党派会被选上去，因为这个股票市场怎么说呢大跌，股票市场大跌的时候，当届的这个政府就是这个党一定不受益，对吧？所以如果我是川普，我要想把美国赛制道带回来，我不可能就4年。我也不可能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失去我的国会的席位，因为如果国会席位失去了，你今后不要说4年、2年，什么事干不了，对吧？所以呢，这都是政治考量。我们说政治经济，政治经济，经济一定是政治的分支。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年底，就11月份年底，因为明年要大选了嘛，对吧？明年11月这个3号是大选的结果，所以必须给他一定的时间。让股市回来。为什么年底年初呢？因为基金都是要年底年初，对吧？来建仓和清仓，对吗？个人呢也是一样，因为有个报税的问题，所以你有2个时点，一个是8月、9月这个点到年底，还有年初这一段期间是波动率会最大，但是它就是一个筑底的时期。嗯，好的，分析的非常好啊，我也希望有幸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能够好好关注一下8、9月的这个信息和年底的这个机会。然后我个人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看到新闻，特朗普说这个要能够任免这样某一些机构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针对鲍威尔了，因为鲍威尔他一直都没有降息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特朗普去拿了一个权限。像我个人理解是他可能可以威胁鲍威尔说你不降息你就走人的这样的一个赦免，就是裁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您会怎么看待利息这件事情？你会觉得接下来几个月会降息吗？嗯，一定会的。今年会有应该2次降息嘛？我们说鲍威尔呢，他实际上我对他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把自己政治化、党派化了，那这个是不对的。那从这个加息和降息来讲，第一，他加息晚了。对吗？那第二呢，他加息少1次，对吗？第三呢，他降息降晚了，对吧？那现在呢，虽然你看我们的就业也好，CPI 呀都不错，但是
我们需要降息，因为我们需要流动性，对吗？那这个市场，你想，你在一个变动的时刻，你当然要给市场一些流动性，让市场能够继续发展，不要有剧烈的变化。你要帮助市场嘛，它并没有帮助市场，所以它现在已经党派化了。但这种党派化呢，对川普来讲，我觉得应该不是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呢，它是两条腿儿，一个呢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呢，鲍威尔这个加息减息，也差不多一共这第3年了，一点效果没有。你加息加了这么高，从0一下到了快5了，可是经济没有得到收缩的效应，也就说明你的货币效应是失策的，你已经失去了定价权，那我还要你干嘛呢？对吧？那实际嗯。上，未来我们要看的是美国的经济，美国对内也好，对外也好，是财政主导。所以我现在不看鲍威尔，他干什么都没有关系。我要看的就是我们的财长 Scott Bessent，他干什么说什么。嗯，你会觉得它是更加有能够影响市场局面的，对吧？对，就就嗯，是他。对。你像中国央行说我要干这个干那个，但是财政部什么都不出，所以呢，你就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对吧？因为财政部是真正的把钱放在实体经济的，对吗？那央行呢，只是调节利率，通过它就像一个阀门儿，一个水的阀门儿，钱多钱少。那你钱再多，如果你不涌向实体经济，都像股市也不行，对不对？对吗？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财政部会第一节省钱，第二会找到钱，对吧？也许会印钱来提高美国的经济，实体经济。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侯女士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美国股市的内容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也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在这期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关于美国股市啊、股价啊这一块？我能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跟市场做朋友。就是人生真正想发大财的时候，就是要跟市场做朋友。没有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天天交易的能够这个在市场挣大钱，基本上没有。嗯，是的，也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跟我们的平台做朋友，所以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跟市场做朋友，我觉得也是件很有趣的事情。那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订阅和分享。如果有问题或者想要联系洪女士，想问一些问题的，也欢迎联系我们微信的小助手北美金视角。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跟金视角聊人生，感谢您的收听，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搜索金视角，订阅我们的栏目吧。金融的金，事件的事，角度的角，一键3连，从我做起。我们下次再聊。